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！亏我悉心教导这么多年，居然被一个黄毛丫头逼入绝境，竟还要砍了我的手去给柳文才磕头赔罪，真是一个个都疯魔了！哼！父亲还有脸说教导？从小到大，你只当我们姐妹是你攀附权贵的工具。若不是你的悉心教导，姐姐怕是也不会如此疯魔了吧？你还当我是你爹吗？你还知道自己是爹啊？那你就该做一些为人父该做的事情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即刻写奏书向圣上辞官，说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愿意剃发为僧，去佛前，日日为亡故之人念经赎罪。你疯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救下姐姐。为了你姐，那你就要舍弃你爹呀！你去庙里只是暂住，等风头过了，我会找个由头把你再接回来，继续过你的荣华富贵生活。你话说得好听，此事闹这么大，鬼知道我在庙里待几年才算风头过了呀！若是你不肯帮姐姐，那么你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女儿。你，老夫人，药已经备好了，今晚戌时会送过去。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。偌大的一个江家，我以为我已经看顾得不错了，没想到还是让叶氏着了季氏的道。那孩子去得早，留下个二丫头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偏我又不信他。什么弑母杀弟，一盆脏水朝着他就去了，搅得他是心灰意冷。现在想起来，简直是荒唐。老夫人也不必太过自责，当年叶氏在的时候，那季氏还在外头。老夫人，你就是再仔细，也防不了外面的歹心的。不用安慰我，错了，就是错了。老夫人，二娘子求见。二丫头，你该多歇息才是啊。祖母，我想问一问，季氏要如何处置？我和你父亲已经商量好了，让人备了药，晚点儿就给他送去。好，我正好去送他最后一程。有些话，我最后想和季氏说清楚。今晚戌时，你去就是了。谢祖母成全。二丫头，二丫头，祖母对不起你。我知道这些年来你蒙受冤屈，可哪怕如今查明真凶，还是不能还你清白。不过你放心，日后你有任何需求，只要家里能办到的，定会竭力办到。无所谓了。老夫人，丽妃娘娘传了话来。季公今日已经请罪辞官，说是季淑然的所作所为实非自己所愿，皆是由他人教唆逼迫，但其深感罪孽深重，便自请出家念经赎罪。娘娘怜季氏受制于人，身不由己，虽罪大恶极，但亦情有可原，所以还请江相国留江夫人一命。江相国，
奴婢的话，你是没听清楚吗？听清楚了。二丫头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么好的消息，我定要赶紧去告诉母亲。由他去吧，我们委屈他了，委屈他了。丽妃娘娘，话已经带到了，江相国那边已经答应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哼，江离。季舒然，该你偿还孽债的时候到了。季舒然，你恶有恶报，欠我月儿的命，该还了吧？舒然，不要再挣扎，下来陪我吧，下来陪我，不要再挣扎。季舒然，该是你偿还孽债的时候了，欠我月儿的命，该还了吧？下来陪我吧，我等等好苦。该是你偿还孽债的时候了，你恶有恶报，下来还我月儿的命！你来做什么？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你少来吓我！我是江家的主母，我儿子是相国长子江秉基，我妹妹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妃子，我还有季家，你动不了我。江家主母，你自己忘了当初你的这个位置是如何坐上的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胡姨娘都告诉我了。我听季舒然跟孙妈妈说，当时给叶氏看病的大夫回到了京城，得找人灭口才行。灭口？你是说，我娘不是因为生我身子虚弱才过世的？身子虚弱，慢慢调理就是。且出了月子，夫人的身子本就有好起来的迹象，谁知忽然急转直下，硬是没撑过半年。现在想想，未必不是季舒然买通了当时瞧病的大夫，在夫人的药膳里做了手脚。这该死的贱人，成了疯狗还要咬人。父亲是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的。等我出去，我要好好的教训他。若你愿意，我可以送你去见他。什么？胡姨娘去见自己的女儿了。她走之前给我留下了一封遗书，指认了你对我娘下毒一事。你要去地狱找她算账吗？来人！我要见江相国！开门！你叫也没有用。季舒然，祖母和父亲从前对你怜惜，无非是看你失去过一个孩子，可如今已经证实了，你的凄惨不过是你一手主导的阴谋。你也知道，舍出人命会为你换取信任。现在好了，你的报应来了。那些亡故的人，他们不甘啊，他们要伸冤，他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拼不过他们的，季舒然。记着，从今天开始，江家人一个都不会在心里。江离，
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你找他去啊！九泉之下，你见到江离，江离第一个不会放过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江离？你知不知道，这10年间，江离在真女堂受了多少委屈？他原本该是被父亲疼爱、高枕无忧的相国千金，结果呢，生母被你害死还不够，你还要污了他的名声，还要将他送走。你将他送到那些人手上，让他活活被折磨死，活活被折磨死！季舒然，那些痛苦你懂吗？你懂不懂？你配得上原谅吗？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我是不得已的。10年了，季舒然，你有无数次的机会，你可以挽救他，挽救你自己，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落得如今的下场，就是你咎由自取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日后的每一天都要反思自己的所行之恶。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被逼的，灵儿，灵儿，我也是被逼的，灵儿，灵儿。是被逼的。娘子，你慢点。娘子，娘子，你身体……皇娘，娘子，现在还得好好休息才行。我要去见皇娘。娘子，夫人会没事的。丽妃娘娘已经开口了，没有人会害她。我只想知道，她在为我毒药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丝的不舍和心疼？他如何了？疯了。父亲心疼了。你想如何处置他？既然已经疯了，就让他去守灵吧，让他感受一下胡姨娘受过的痛苦。丽儿，你可是在恨我？我不知道，他竟然有如此歹毒的心肠。当初你娘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的时候，我只当作是身体虚弱，从没想过他是被人所害。我若知道
我绝不会让季舒然踏入江家的大门。我更不应该指责你弑母杀弟，10年不管不顾，甚至差点让你丢了性命。灵儿，邪祟之事，你还在怨恨我吗？我不恨你，我原谅你了。灵儿，父亲，这样的话，你想听，我可以说给你听。可是你觉得可能吗？你根本就想象不到，在真女堂里儿经历了什么。那10年里，每日都要担水做饭、洗衣缝补，挨过饿，受过冷，摔过跤，终日在别人的白眼中过活。每日等着家人能来接，哪怕是给一封信，可是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渐渐失望了，觉得自己是被彻底抛弃。我想回江家，也曾为此而努力过，可就连这样的心愿也无法达成。姐姐，父亲，不如你来告诉我，你来告诉梨儿，这10年留下的伤疤该如何愈合？只有伤口能愈合，可伤疤会一直存在，因果报应，妻离子散，你的梨儿已经回不来了。你不上朝了？洛瑶这段时间总是闹着要见他娘，我想带他离开京城几日，缓一缓。那梨儿那边呢？如他所愿，就让季舒然守灵去吧。你不留在京城吗？如今正是你们修复父女关系最……母亲，也许我走远一些，不干涉梨儿的事情，才是他最想要的。也罢。恭贺殿下大圣凯旋！此次出征，将士们劳苦功高，今天晚上可可痛快。成王，成王！哎，好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我那个妹妹不太中用啊。虽然折了太捕鼠，但也有意外收获。季家倒台，江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江元柏一蹶不振，告假朝堂了。那我弟弟的朝堂之上，岂不都是我们的人了？既然无事，那就退朝吧。陛下，
成王在北部又收复了我大燕一片失地，代国皇帝已退避到北疆界10余里外，北境边城百姓也得到了安顿，此等大事可喜可贺，当为成王封赏，以安将士为国为民之心呐。李兴觉得，朕该如何封赏？代国虽退守，但仍对我大燕贼心不死，当为成王添兵添将，强除我北境之强，震慑代国。朱清觉得呢？臣附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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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一盘臭棋！那帮大臣都成了成王的人，江元柏不在，只剩下一群附和李仲南的。陛下莫急，成王战功显赫，令朝内忌惮实属难免。陛下此时万不可自乱阵脚，以致人心涣散。这些朕自然清楚，但是心中难免来气啊。成王有成王的算计，焉知我们不能布局？我刚得到线报，大昭那边的内乱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大昭王子掌控局势了。正是，如今大昭局势初定，如今的大昭王子已经成功继位国君。为了防止叛军残部卷土重来，他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位可靠的盟友。而我们在南部有了这样一位盟友，成王所添的那点兵马，可就不足为道了。那你怎么确保他会同我们结盟？大昭国君年轻，没有子嗣，只有一位妹妹。内乱时受迫害入我大燕，被我在南方所救，而后他一直在我大燕。未雨绸缪。好，恭贺大昭国君登基，并邀请大昭使团来我大燕共议结盟。此事朕要大办，让天下都知道大昭与我朝交好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如此国中大礼，以往都是由中书令江元柏会同礼部与鸿胪寺办理，如今他告假离家，礼部尚书又是由李仲南一手把捉，若尽信，恐会盟生变。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？陛下既然问出这句话，想必心中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？你觉得沈玉荣如何？才能不错，不过陛下应当知道他的底细。那你说这一次，你身边的那枚棋子，会不会放弃接近沈玉荣的机会？陛下这是要将那颗棋子置于危险中。你担心他遇到危险？一颗棋子走入死境，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以往下棋，杀得最狠的就是你，死一子而活一片，是你教朕的。怎么，今日犹豫了？物尽其用而已。萧恒，你是不是入戏了？并没有。你最好是没有。还没找到司徒九月吗？主君，干嘛非得找他？上次莫名其妙的跟你生了一场气，把咱们整个国公府的酒都搬空了。不是主君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司徒九月没事就喜欢往深山老林钻，没个10天半个月他是不会出来的，除非他采到想要的药材。加派人手，务必在大昭使团来之前找到他。是。成王殿下，我们的人给到情报，大昭那边要派使团到大燕了。大昭应了邀约，届时两国会盟，大昭国君会亲自率使团前来。大昭和我大燕结好，对我们来说是个变数。有何对策？两国结盟虽不意外，但他们来得太快了。怎么说？大昭之前内乱，大昭公主逃到大燕，他这次之所以亲自来，有个重要的目的，是把公主接回去。赵烨恐怕已经找到这个公主。所以大昭国君才这么快亲自带队到大燕，真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呀！倘若是这大昭的公主死在咱们大燕，那我那个弟弟可要腹背受敌喽。去，盯紧萧恒，
排查他身边接触的每一个人。是。沈学士修典圆满，这次又总领接应使团，果然是深受圣上倚重啊！从此前程似锦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！犬子不才，略通音律，能否让他在晚宴上吹箫鼓瑟，为两国会盟献礼呢？下官不过是为朝廷尽了绵薄之力，与各位元老全不能比。至于接待使团所需要的人才，我会按照礼部所需的规格编拟成册，再一一募集安排。有意为此献策出力者，请与在下投递名帖即可。那我就提前谢沈学士关照了。告退。告退。沈学士，此次会盟大礼，事务庞杂，多保重身体。如有需要，世节会倾力相助。多谢。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啊！吃，你就知道吃。阿离都那么瘦了，你这个当哥哥的不知道劝劝他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离儿的脾气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止我一个哥哥。你怎么不说叶世杰啊？朝廷正在征选大昭使团接待使，备已在会盟大宴上献计。以离儿的资质水准，定能入选。或许帮他找些事情做。就能帮他舒缓些心情，但不知他愿不愿意参加，到时还得靠你们二人从旁劝说了。来，一起吃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是让你和他一起吃饭呢。来。快吃吧。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离儿，过些时日，大昭的使团就要来了，朝廷征选接待使，你可有意参选？我刚才听景睿和柳絮说，他们都会参加。若中的话，我们小队又能齐聚了。不了，这段时间我只想好好休养，日后你。柳絮、江景睿，你们都别来找我，我先撤。阿昭，如今爹爹已经能正常吃喝了。虽然暂时还未能想起我们，但人只要活着，一切就有盼头。我初来京城的时候是孤身一人，如今身边有了爹爹，也有了一群患难与共的朋友。阿昭，我是不是很有福气？可你可孤身一人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被我牵连，懂吗？你曾经让赵科找的人，他带回来了。
他十分不信任他人，一会儿你见到他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海棠，海棠，海棠，是我呀，海棠，是我，你别怕，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，是我，海棠。是我，我是薛芳菲啊，海棠，娘子，是我，你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我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还说我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当初我应该把你带走的。对不起，你离开了之后都发生了什么？我给郎君传完信后，就被人套上麻袋打晕了。扔这儿。走。我模模糊糊醒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乱葬岗了。他们估计是以为我死了，就离开了。我逃过移民后不敢露面，也不敢回家乡，怕他们抓到我。所以我在隔壁县城徘徊了几个月，每天吃些剩饭剩菜。等过了几个月，我才回到家乡，见到弟弟。打听后，才知道薛家的遭遇。海棠，受苦了，我对不住你。娘子，你没有对不住我，是那些害我们的人对不住我们才是。我当初就应该跟那沈家拼命。我只要你好好活着。我只想你活下去，在这好好休养，我会让人照顾好你。苏国公，有事想求你。你是想说他脸上的疤吧？是。若九月来找你，劳烦苏国公告诉我，我想求九月救救薛县令和海棠。他是用毒的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万死里求一生，
我信他。等我联系到他，便派人通知你。苏国公，请啊。你知道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护一个人吗？不要一味的将你想保护的人推离你身边，将他留在你身边，留在你目光所及之处。你是这样做的吗？我不需要。苏国公还真是改不了偷听别人说话的坏毛病啊。是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了。这么说，倒成了我的错了。知错就好。大昭使团的接待使征选，你去不去？你怎么也说这事啊？负责此事的是沈玉荣。苏国公，你先前给我讲过东海皇宫的故事，今天我给你讲一个美人归的故事。一公子外出游玩时，贪恋一娘子的美貌，后许下终身。然他始乱终弃，抛弃了娘子，回到京城。公子奉父母之命，娶了侯门嫡女。未曾想到，嫡女与那娘子不但长相一致，举手投足细节也甚是相仿。那公子认定是侯门不愿把真正的嫡女嫁过来，遂找人替嫁。恰替嫁之人正是被抛弃的娘子。婚后的无时无刻，公子不再想着验证自己的猜测。最终，你猜怎么着了？他将那嫡女杀了。苏国公怎么那么喜欢打打杀杀的戏码？难不成他俩比翼双飞了？且看吧。这出戏我会好好演给苏国公看。你说江离为什么不参选啊？他之前不是已经想跟那个沈玉荣请教了吗？你干嘛？猪脑子！还能是为什么？肯定是阿离心情不好呗。你们家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，童儿又走了，谁还能有心情学习，还有心情去请教别人啊？像他们这种爱学习的人吧，学习就是良药。不信你问聂世杰。既然江离不想参加，那我们也就别提了，让他一个人好好静静吧。我们也不要去打扰他了。那怎么行？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。你们在说使团的事吧？你干嘛呢你？你走路没有声音啊？去哪儿？表哥，使团的事，圣上派给了沈玉荣，是吗？对。我要加入。哥，迎接大招使团，我能不能去帮你的忙啊？哦，你放下就行。好。
近大招使团的事情忙得如何啊？还行。我听你妹说，明义堂不少人递交了那个自荐名帖，那个江二娘子是不是也递交了？哎，听娘一句劝，咱们现在沈家能吃上这样丰盛的食物，还有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靠的全是长公主。你做任何事之前必须谨记，千万别惹长公主生气，你听见没？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每日3句不离长公主，我们沈家难道是长公主的狗吗？你说的什么话？你们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长公主的施舍？那我这些年为朝堂、为圣上的付出又如何数？我们沈家每日的吃穿用度都是我素心燕妹换来的俸禄，不是长公主赏的。母亲也是关心你，怕你行差踏错，怕你又掉下去啊。你们日日夜夜如此提醒我，我怎么敢行差踏错呢？哥肯定会明白娘的意思的。接待使征选的结果出来了，叶师姐，我和柳絮的名帖也都批复了回来，咱们4个又可以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阿离他没有收到名帖。没有收到？他是咱们当中最优秀的，不可能不批的。呆子，人家说的是没有收到名帖。就算是没有批复的话，帖子也会寄回来的。莫不是阿离的名帖弄丢了？不会丢的，想来沈学士还在抉择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怎么做？我要他来江家，亲自请我。陛下，李代大招使团日程，臣已安排完毕。具体事项，臣已请户部员外郎叶世杰草拟成册，还请陛下阅览。那臣先行告退。好，陛下，臣斗胆提议，江二娘子擅奏芳菲落尽梨花白，此曲早已名动南北。若江二娘子入选接待团，在会盟大宴上为大招使团演奏一曲，定能技惊四座，令大招使团尽兴而归。朕倒是听绵居提过几次，他一直对江离的“芳菲落尽梨花白”赞不绝口。之前在宫宴的时候，朕本想让他来演奏一次，只可惜朕有政务在身，早早离开了。岁事之时，沈清在场，你觉得如何？回陛下，确为极好的乐曲。此次会盟宴的接待使中没有江二娘子，是她没有头帖自荐吗？江二娘子的确递交了名帖，只是臣以为江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就暂为批复。沈清也觉得江二娘子身上有邪罪。江家的事朕已知晓，所谓怪力乱神，不可做正大光明而论。沈清狭隘了。臣惭愧。叶员外，我这就将江二娘子的名帖批复，你与她是表亲，就由你代为转递吧。沈学士，此乃公事，我代为传报，恐是不好。更何况先前你不曾批复她的名帖，恐江二娘子误会。沈学士不去，我如何解释明白？娘子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，沈学士果真来找你了，他现在就在外面。会盟在即，沈学士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沈某今日有一事相求。今日廷议会盟大宴，圣上突然提到，想听江二娘子的《芳菲落尽梨花白》。这首曲子我曾在明义堂的岁事上弹奏过，没成想圣上竟如此抬爱。江二娘子琴技冠绝，这京城早已传遍，盛名之下，难免遭人评头论足。江二娘子藏风为宜，芳菲落尽梨花白曲风哀婉，如今大招使团来我地会盟，演奏此曲有所不宜，所以我想恳请江二娘子上奏圣上，辞掉此事。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
不明就里的人当真以为沈学士为江离用心之至，记得深远。沈某只是觉得江二娘子深明事理，这才前来求助相扰。若是江二娘子不愿意，沈某自会禀明圣上，向圣上请辞。今日多有叨扰，先告辞。沈学士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江二娘子此言何意？沈学士若是不愿我入选接待使，大可以驳回我的名帖。可你既没有驳回，也没有批复，你犹豫了。我在犹豫什么？你理应清楚，毕竟你的意图太过明显。我的意图？沈学士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沈学士啊，沈学士，我该说你是愚蠢呢，还是自作多情呢？看来沈学士依旧是将我当作你的故人了。你既然如此笃定，那为何当初要在御前跟长公主唱反调呢？其实你心里应当最清楚，我是当朝中书令太师千金江离，并非你那声名狼藉的亡妻。就算我和她当真长得相似，又能如何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非要进我所管的接待团？我身边的丫鬟为了护我而死，我和她亲如姐妹，我难过，我伤心，我多日无法自拔，我就想在那高朋满座的会盟大会上热闹一场，有错吗？若是沈学士执意要驳回我的名帖，还请你不要将你对亡妻的情愫施加在我身上，而是重新找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，否则旁人看来会觉得你问心有愧。你该走了，沈学士。儿啊，听娘一句劝，咱们现在沈家能吃上这么丰盛的食物，还有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靠的全是长公主。你说话的样子真让人心疼，可惜这段时间我疼不了你了。我身边的丫鬟为了护我而死，我和她亲如姐妹，我就想在那高朋满座的会盟大会上热闹一场。